佛跳墙，福建名菜的头部 IP。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“福寿全”的谐音，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，味中有味，于是有了“弹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禅跳墙来”的夸张比喻。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，演变得可浓可淡，可繁可简，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。靚仔你好啊，靚仔，今日鮑魚靚喎，平時話7蚊隻，加埋嘅優惠啲啦。脍炙人口的佛跳牆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。佛跳墙一哥鲍鱼，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，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，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。11月，南方刚刚入秋，静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，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。如果做水准备这个水备呢，好不？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，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，以后苗生长得也比较好。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，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，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，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。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。怎么过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呢？与商家预约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，鱼苗的情况如何？陈华生的心里有些忐忑。到了。吸食袋要放60口。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，然后等一下再倒。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。一口池有20-30万的量。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，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。这是龙蔬菜，我们用来喂鲍鱼的，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投菜量，就1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。16年的经验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。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，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，踩过无数坑。陈华生养成鲍鱼，靠的是一股牛劲儿。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，白天就养鲍鱼，晚上就看书，走火入魔一样。现在我们厂有1万多立方水体。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，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。陈华生自有办法。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，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，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，24小时不停地流。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，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。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，鲍鱼苗3000万粒。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。煎、炸、蒸、煮、煸、炒、烤，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儿。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3尺。鲍鱼去内脏，切花刀。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，入调料，红烧至7分熟。加入鲍鱼后一起焖。
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，香气馥郁浓烈。五花肉入口即化，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。加泵啊！来给这，好。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，是大海赐予我们的。知己朋友难得相聚，趁着国庆长假，陈华生以鲍鱼享宾客，其乐融融。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正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。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，一天还要翻3-4遍，才能晒得均匀。是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。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，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盐分析出表面，中间通透，并且有红色糖心，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。姐姐，拜拜。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伊德路买卖干鲍，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，朋友们送外號「鮑魚風」。點樣睇隻鮑魚喺交配前同交配後咧，就睇到佢個厚度，由佢厚度嚟睇，如果薄身嘅咧，肯定係交配後嘅啦。呢隻鮑魚一睇就知道佢係交配前嘅啦。干鲍雖然貴重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做成美味佳肴，這讓張澤峰深受啟發。有個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鮑魚，佢都唔識整，擠咗喺鞋櫃好耐啦。所以我哋咧將呢啲乾鮑做成半成品，1+2就可以食。即食產品方便了顧客，同時也拓寬了干鲍的銷路。用干鲍做的菜，最豪華的莫過於經典名菜佛跳牆。鮑魚、海參、花椒、干貝等幾十種主輔料。港式嘅佛跳牆咧，就有雞、豬腳、豬皮、大地魚、我哋嘅大骨、螺頭、碎嘅瑤柱、雞腳，然之後鮑魚咧擺喺中間度，繼續仲擺多一層肉，大概加30斤水，經過20個鐘頭熬出嚟嘅鮑汁咧有8到斤。嘅乾貨咧都要成個星期先可以發好嘅。仲有我哋嘅鮑汁，滾佢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食㗎啦，方便快脆。在歷經猛火、文火交替的淬煉，數小時之後，終得一壇佛跳牆。包好的佛跳牆，開蓋的一剎那，濃香撲鼻，直入心脾。幾十種原料煨於一壇，各種材料爛而不腐，互為滲透。再配上一碗撈飯，色澤金黃的湯汁順着山丘般的米粒兒流淌，大海的鮮香與米飯的甘甜交織，特別適合寒冷的冬季。嚟，先食佛跳牆啊，趁熱食。久負盛名的佛跳牆就這樣被借過來，完成了從閩到粵的蛻變。因為香港人酷愛溏心干鲍，所以李國士和南非本地的鮑魚養殖戶不同，他的鮑魚專供製作溏心干鲍。鮑魚的清洗很是講究，去殼，剪去內臟，放在清水中浸泡和沖刷。鮑魚的保護色褪去，露出白身，才算清洗乾淨。多少的鹽度和溫度去煮鮮鮑，
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我喺一個日本師傅嗰度學翻嚟嘅，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，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。鲍鱼肉厚，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，细菌不能侵入，其内部便不会腐败。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，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。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、纹理紧密，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。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，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，有少许粘刀的感觉，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。一口咬下去，糖味儿将鲍鱼的香味儿彻底挥发出来，进入口中越嚼越軟糯，這是鲍魚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溏心呢個部分咧，其實係鮑魚嘅靈魂。咁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咧？就係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邊最重要個部分。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嘅口感，食落去好好食之外，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。因為野生鲍魚瀕危，南非政府對鲍魚捕撈有嚴格規定，餐廳想售賣鲍魚都要申請牌照，鲍魚因此身價不菲。這讓有些人盯上了李國士的鮑魚場，下海偷盜的、搶劫鮑魚運輸車的，李國士全都遭遇了。多得好緊要，差唔多每日都偷，多不勝數。這不，李國士乾脆請來了保安公司，全天候保護鮑魚周全。曾經半年內抓獲200多名偷盜分子。今天，李國士在南非的搭檔理查邀請他去家裡做客。50年份的野生大鲍魚切片，有個特別的環節是用木錘敲打，這是為了讓鮑魚肌肉放鬆，使得鮑肉吃起來更加軟糯。理查用南非傳統的波雞火鍋，放入洋蔥、西紅柿、胡蘿蔔、鮑魚片，加入白葡萄酒，酒裡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撥起鮑魚的鮮味兒。燜蓋煮完，放入各種菇類、忌廉，再放入龍蝦，再燜煮30分鐘。一道充滿南非風情的鮑魚焗龍蝦就出爐了。李國士也不示弱，烤爐上放锡紙，鋪滿粗鹽，將鮑魚帶殼放上去，撒少量鹽在鮑魚腹部，再把锡紙捲起來密封，用鹽分的熱量來烤熟鮑魚。一道中國風味的鹽焗鮑魚，香氣四溢。溏心乾鮑香濃滑爽，理查一家也被李國士影響，愛上了溏心乾鮑。鮑魚的鮮甜和爽滑，衝破輔料的包圍，在味蕾中慢慢蕩開去。鮑魚龍蝦汁成了最好的拌飯醬。洋蔥、蘿蔔、西紅柿、鮑魚、龍蝦的味道在湯汁中融合成了一個整體。